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兰。这眼看着下个月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踢了，那往年这个时候铺天盖地的预告片、啤酒广告那早就满天飞了，怎么今年连个动静都没有？为啥这么安静啊？因为咱们的央视到现在还没跟国际足联签下转播合同，不仅没签，而且双方现在是在谈判桌上大眼瞪小眼，直接陷入了死胡同。大白话就是谈崩了，僵住了，谁也不理谁了。那中国呢有句老话叫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但是到了国际足联非法这帮大爷这儿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把你当凯子宰，你还得给我笑脸相迎。那距离6月11号的揭幕战满打满算还倒不剩5周的时间了，结果呢，中国、印度还有一帮东南亚、非洲的兄弟们全都没有拿到转播权。这在世界杯的历史上，那绝对是破天荒的大笑话啊！当地时间的5月5号，非法还跟着装深沉，对外放话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还在跟中国和印度进行艰难的谈判，具体细节保密哦。”保密？你那点花花肠子，真以为能瞒住全天下老百姓啊？那今天呢，咱们就好好扒一扒这帮足联大佬吃相到底有多难看。那咱们先说说这一次的转播权报价为什么叫天价？非法给出的理由那叫一个冠冕堂皇各位金主爸爸，你们看我们今年世界杯扩军了，原来是32个国家一起玩，那现在咱们搞大了呀，咱们弄了48支球队，比赛场次从64场直接干到了104场，大半个月的比赛一时拉长到了40天。你看我们的运营成本多高啊！这个水费、电费、场地费不得加钱吗？内容多了，所以转播费必须得涨，而且是暴涨。大伙儿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这就好比你下馆子吃牛肉面这老板呢，他非要往你碗里面多加2勺清汤，然后收你双倍的价格，还美其名曰分量加大了。那多出来的16支球队是什么含金量？大伙儿心里面没点数吗？全是一些咱们在地理课本上都不一定能找得出的犄角旮旯的国家。大半夜的，谁要看那些听都没听过名字的队伍在那边菜鸡互啄呀？这纯纯就是往水里面兑酒，然后当茅台卖给你啊！更气人的是啥？这非法大笔一挥，直接把中国和印度跟美国、英国划到了同一级别，1级高价市场。那意思是，你们这两家人多有钱，必须得多掏保护费。好，那既然你提到了中国和印度咱们就来看看这所谓的1级市场报价到底有多荒唐。咱们先看咱们中国这边，最开始呢，非法那帮人拿着计算器是两眼放光，狮子大开口，直接给央视报了个惊天动地的价格，单届转播权2.5亿到3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18亿到20亿个小目标嘿呦喂，20个亿各位！拿这个钱去搞青训，能建多少个标准的绿茵场那后来呢，经过几轮的扯皮，非法看央视连正眼都不想给他们一个，终于是降价了，说是降到了1.2亿到1.5亿美元。但央视的底线在哪里央视的心理预算撑死了也就是6000万到8000万美元。你这降完价之后，比咱们的最高预算还翻了1倍，这哪是谈判这明明是明火执仗的抢钱。你以为这就够魔幻了？太天真了各位。咱们再来看看他们给印度报的什么价。那大家都知道中国和印度同样都是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，同样都没有打进这届世界杯的决赛圈。咱们可是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结果呢，这非法给印度开出的价格是2026年和2030年2届世界杯打包大甩卖，只要3500万美元。咱们算下账2届3500万美元，一届就是1750万美元。各位破案了我们一届要1.2亿美元起步，印度一届只要1750万，这中间差了多少足足差了17倍凭什么呀？同样是人口大国，同样是1级市场，那凭什么三哥掏10几块钱就能买到的票，非要逼着咱们掏300块钱？难道咱们中国人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结果最搞笑的是就算非法把这个价格贱卖到这个份上，印度人怎么说的？印度最大的转播商直接翻了个白眼儿，2届2000万，多一分没有，爱卖不卖。
至于像索尼这种传媒巨头，人家更是连谈判桌都没上，直接宣布退出。搞足球，在印度搞足球，那不是脑子进水了吗？商业上根本行不通，告辞。为啥呀？因为在印度人眼里啊，这世界上只有一种运动，那就是板球。板球在印度占了整整 89% 的体育广告份额，足球算个屁呀！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，印度全国的电视覆盖率只占全球的 2.9%， 那基本上就是小猫2-3只在那看。非法心里面跟明镜似的，知道在印度市场刮不出什么油水，所以只能捏着鼻子大甩卖啊。就算是大甩卖，人家3个还嫌弃呢。那反观咱们中国，那可是全球妥妥的第一大金主呀。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，咱们中国球迷多给力啊！虽然咱主队没去，但是咱们贡献了全球数字媒体整整 49.8% 的观看时长。全球1半的流量是咱们中国人捧着手机连夜刷出来的呀，传统电视覆盖率也占了 17.7%。那不仅是球迷给力啊，咱们的企业更给力，什么蒙牛、海信、万达这些中国赞助商大手一挥，在世界杯上砸了超过5亿美元，真金白银啊！非法那帮人一看，哎呦喂，中国人真有钱呀，人傻钱多，速来！于是呢，这帮人就把所有的盈利压力全都转嫁到了中国市场的转播权上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就叫看人下菜碟，这又叫杀手。但是啊，这次咱们央视的态度那叫一个硬气，不买，坚决不当这个冤大头。那很多球迷可能会觉得遗憾，说小懒啊，要是央视不买，咱去哪儿看比赛啊？其实大伙儿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啊，央视宁可让谈判僵着也不妥协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，更是极其理性的商业考量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那首先说一句扎心的话啊，咱们中国男足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了呀，咱们看这个世界杯图个啥？那不就是图个热闹吗？看别人家的孩子拿奖状，没有主队参赛，球迷的代入感直接就砍掉一半，大家看球的积极性大不如前。你转播的收视率拿什么保证啊？收视率上不去，哪个冤大头广告商愿意来砸钱啊？其次，这一次呢是在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办，那大伙儿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就意味着跟咱们有12到15个小时的时差，将近 70% 的比赛全都被安排在了北京时间的凌晨2点到上午的9点。哎，大伙儿可以想想那个画面哦，凌晨的3、4点啊，正是打工人睡得最香的时候。早上8、9点，大家全都在挤地铁打卡上班的路上。这个时候，谁有闲心坐在电视机前看足球啊？那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比赛基本上都在黄金时段，央视光靠卖广告就赚了大概50亿人民币，那叫一个盆满钵满啊！哎，今年呢，你让广告商花真金白银买凌晨3、4点的广告位去放给周公看嘛？这广告费绝对是断崖式下跌啊！央视要是真掏出10几个亿把这个转播权买下来，那就是纯纯的做慈善。哎，以前央视敢高价买，是因为他自己当大房东啊，转手就能把转播权切成小块，分销给咪咕、抖音这些财大气粗的互联网新媒体平台，大家一起分摊成本。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啊，前几年互联网大厂搞版权烧钱大战，脑子都烧糊涂了。现在资本退潮，大家都开始捂紧钱袋子过苦日子，你想指望新媒体平台高价接盘，门都没有。最后最核心的一点，非法的价格其实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了。咱们前面说了印度的价格，咱们再看看欧洲的，人家西班牙拿过大力神杯的足球强国，非法的报价是多少？约6000万美元。德国呢，约1.2亿美元。合着咱们一个连决策圈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的国家，哎，不仅这个报价比西班牙高出1倍，甚至跟德国持平，甚至还要更高。凭什么呀？就因为我们中国企业赞助的多，你们就觉得薅我们的羊毛是理所应当的，惯的你们的毛病。所以啊，大伙儿看明白了吧？这件事的本质就是非法想空手套白狼的把戏，把咱们当成了填补他们扩军成本的冤大头。而咱们央视和印度的转播商，这次算是出奇的冷静和理性，亏本的买卖坚决不干。咱们从1982年就开始看央视直播的世界杯，44年了。老百姓早就习惯了夏天光着膀子喝着冰镇啤酒，在电视前免费看球赛的节奏。要是这一次真谈崩了，这绝对是个历史性的大事件啊！
但是啊，大家也不用慌啊，这也就是一场博弈，不到最后一刻啊，谁也不知道底牌。非法现在肯定比咱们慌，为啥呢？因为它离不开中国市场啊。如果中国地区不转播，那些掏了5亿多美元赞助费的中国金主爸爸们能善罢甘休吗？海信、蒙牛花了几十个亿啊，结果连自己国家的父老乡亲都看不到他们的广告。你猜这些企业会不会直接冲进非法总部去掀桌子要求退钱？这背后的商业压力足够一盘定了那帮人喝一壶的。双方都有妥协的空间，就看这最后20多天了，谁先沉不住气。咱们就安安心心的上咱们的班，全当看一出商战大戏。没有官方直播，大不了咱们去看赛后集锦。这10几个亿的冤枉钱咱们是坚决不掏。